青史浩瀚，留名者寥寥。那些被一笔带过，甚至连名字都没留下的人，也都曾真真实实地活过一辈子。此刻，放下今日的纷扰，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遥远的年代，听一个无名之人的故事。黄河的水在中游这一带的河道是很宽的，尤其到了夏天的时候，雨水多了，上游的黄土高原被冲下来的水裹着泥沙，把整条河染成了浊黄色的，像是一匹望不到头的布铺在中原大地上。河两岸是肥得发黑的土地，春种粟，秋收菽，岁岁轮作，全看天意。收了粟，交了赋，剩下的才勉强够吃。沿岸数不清的村子就靠着这条河养活住。那时候的中原和现在不一样，那时候晋国还在，只不过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了。晋国的国君在绛城里坐住，实际上已经管不动他的大臣们了。大臣们分成好几伙，争来争去，争的是地盘，是人口，是兵车，最后争出了3个厉害的角色：韩家、赵家、魏家。他们把晋国分了，像切一块肉那样切成了3块。韩、赵、魏3个诸侯国就从那个时候开始了。那一年是公元前453年。我们要说的那个人就出生在这个节骨眼上。他出生的那个村子没有留下名字，村里的人只叫他李，就像所有中原的村子那样，叫某某李。他也没有留下名字，后世的人只能叫他荆，那是别人临时叫他的一个字，叫得久了就成了他的名字。荆是在公元前450年出生的。那一年，中原大地上正发生着很多事。魏家的一个年轻人在安邑城里开始整饬吏治，整饬兵马，整饬地里的庄稼。他叫魏斯，后来的人管他叫魏文侯。魏文侯是一个厉害的人物，他让一个叫李悝的人主持变法，又重用了一个叫吴起的大将，把魏国的兵练成了天下最锋利的刀。但荆出生的那一年，这一切都还没有开始。晋国还没有分，吴起还没有来，安邑城里的国君还在和智家的老爷争夺权力。荆就出生在这个混沌的年代里，出生在黄河边上的一个小村子里。他的父亲是村里的农夫，种地为生。他的母亲在家里纺麻，纺出来的麻线交给李宰底今年的布匹。村子很小，小到只有20几户人家。黄河从村子北边流过，每年夏天的洪水会淹掉靠近河岸的几分地，但退水之后留下来的淤泥是最肥的肥料。村里的人就靠着这点地活着，种粟，种菽，种一些荠菜和蔓荆。日子过得苦，但总算能活下去。荆出生的那一天，据说黄河涨了一次水，水退下去之后，村里的人发现河滩上多了一块大石头，石头的形状像一头卧住的牛。村里的老人说这是吉兆，说这个村子要出人物了。但荆长大之后，既没有当官，也没有发财，他只是魏国军队里的一个部族，和黄河滩上那头石牛一样，默默无声地在那个时代里待了一会儿，然后就消失了。荆的童年是在田埂上度过的，他跟在父亲的身后，看父亲在地里除草、翻土、间苗。父亲的手很粗，手掌上的茧子厚得像老树皮，指甲缝里常年嵌着洗不掉的泥。父亲不太说话，说话的时候声音很低，像是怕惊动了地里的庄稼。村里的人都是这样，说话的声音和种地的一样土，不华丽，不动听，但说的都是实在话。村里有一口老井，井水是甜的，到了夏天的时候特别凉。荆小的时候常和几个差不多大的孩子在井边玩耍，在泥地里打滚，爬到桑树上去摘桑葚。桑葚吃多了嘴唇就会发紫，有时候吃得太多，肚子疼，在地上打滚，母亲就会拿一把艾草点燃了在他肚子上熏，熏完就好了。
那时候的日子就这样过着，简单、平淡，像黄河的水一样，流的时候看不出流，但流着流住，1年就过完了。金6岁的那一年，晋国的事情起了变化，智家的老爷被韩、赵、魏3家联合起来打败了，智家的地盘被分了，智家的人也被杀干净了。那个消息传到村里的时候，村里的人都还不太明白这意味着什么。李宰从安邑回来，说晋国要亡了，以后没有晋国了，只有韩、赵、魏3个国。村里的人听了也没有觉得特别吃惊，亡了一个国和改了一个年号差不多，该种地的还是种地，该纳赋的还是纳赋，只是听说城里的兵多了起来，来来回回地调动，像是蚂蚁搬家一样，不知道在忙什么。金那时候还小，听不懂大人们说的话，他只是看见父亲的脸色比以前凝重了一些，总是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，盯着远处的天际线看，像是在想什么事情。后来金才知道，父亲那时候在想的是这个天下会变成什么样子。金长到10岁的时候，开始听到一些关于魏文侯的事。他常常在井边听村里的老人闲聊，说安邑城里来了一个厉害人物，姓李名亏，管住整个魏国的政事，说要改规矩，要让种地的人多打粮，要让当兵的人多受赏。又说魏后重用了一个叫吴起的大将，吴起是魏国人，打仗凶得很，带出来的兵个个都能以一当十。金那时候听不太懂，只知道村里的气氛变了。李宰比以前忙碌了，常要去城里开会，回来了就要催着大伙多开荒，多种地。后来他又听说那个叫吴起的人离开了鲁国，来到了魏国。吴起来的那一年，金正好30岁，已经在军营里待了10年了。那几年魏国的风气确实变了一些，李宰不再像以前那样闲散了，他时常要去城里开会，回来之后就催着村里的人多开荒，多种地，多养牲畜。官府发下来一种新的粟种，据说是李悝从别的地方引进来的，产量比原来的高，村里的人半信半疑，但还是种了。没想到那一年的收成真的比往年好了2成，粟穗子沉甸甸的，压得杆子都弯了腰。金跟着父亲在地里收粟，他的个子还小，割不动，只能蹲在田埂上把父亲割下来的粟杆子抱成堆。太阳很烈，晒得他满头是汗，但他的心里是欢喜的。收成好了，家里就有更多的粟可以吃，可以卖，可以酿成酒。那时候他还不知道，他欢喜的那点收成和这个时代的巨大变革比起来，连1粒粟都比不上。金长大成人了，那一天他站在田埂上，看着自己刚满17岁的身子，手臂上的肌肉已经鼓了起来，肩膀也宽了，像个能扛锄头的汉子了。父亲说，你过了17岁就得去官府登记入籍，等住国家征发。金点点头，没有说话。他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，庄稼人的儿子到了年纪就要去当兵，这是规矩。魏国的兵役法规定，男丁到了17岁就得去官府上名籍，等住国家征发。征发的时间不一定，有时候是18岁，有时候是20岁，看前线的需要。金去城里登了记，领了一块木牌，木牌上刻着他的名字和村名，然后就回来了。回来之后还是种地，和以前一样，没有什么两样。金20岁的那一年，征兵的消息终于来了。那一年秦国的人又来抢河西了。秦国的兵从西边翻过山来，杀到了原里。魏文侯让吴起带兵去迎战。吴起带着5万人出安邑，往西走去迎秦国的兵。金不知道吴起是谁，那时候还没有听说过这个名字，他只是听说秦国的人又来了，魏侯要发兵去抵挡。
村里的男丁凡是到了年纪的都要去。征兵的消息传到村里的时候，李仔挨家挨户地通知。金那年正好20岁，正是当兵的年纪。他收拾了一个行囊，里面是一套换洗的衣裳，一双草鞋，还有母亲塞给他的一小布囊粗盐。他没有和母亲多说什么，母亲也没有和他多说什么。这个家里的沉默比任何话都重。走的那一天，父亲送他到村口。父亲站在老槐树下，手里攥着一把锄头，指节发白，像是使了很大的力气。金走出去了10几步，回头看了一眼，父亲还站在那里没有动，像一根老木桩。他心里忽然有些酸，但他忍住了。他是魏人，魏人不兴哭。金在魏国的军营里编入了部族的队伍。那时军中还没有后来吴起创立的魏武卒之制，入伍的新卒只分作几种，一种是能拿戈冲阵的战兵，一种是推车挑担的辎重兵，还有一种是守营巡哨的杂役。他因为个子不高，手臂也不算粗，入伍时便被直接分到了押送辎重的队伍里，负责推车、搬运粮草、看护伤兵。这不是最危险的位置，但也不是最轻松的位置。每天走的路不比别人少，扛的东西不比别人轻，只是离战场稍稍远一些罢了。押辎重的部族也有编制，金所在的伍有5个人，伍长是一个老兵，脸上有一道疤，从眉骨一直滑到嘴角，像是一条干涸的河。伍长话不多，但每一句都清楚。他教金怎么推车，怎么在泥泞里省力气，怎么在夜里行军不让自己掉队。他说，我们是魏国的兵，不是最精锐的，但也不是最差的。魏人不怕死，魏人怕乱，乱了就什么都完了。金跟着军队的辎重队伍往西走，去打秦国的兵。那是他第一次上战场。原里之战是金这一生经历的第一场大仗。吴起的兵和秦国的兵在原里城外相遇了，两边的兵加在一起有好几万人，黑压压的一片，看不到头。金站在辎重队伍的后面，前面是部族，再前面是战兵，最前面是吴起的帅旗。帅旗在风里呼啦啦地响，战鼓咚咚地敲，敲得人心里发慌。秦国的兵穿着深褐色的衣服，头上裹着布，和魏国的黑衣兵完全不一样。他们的兵器是青铜的，戈和矛都磨得很亮，在太阳底下闪着光。金远远地看着他们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那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，既像是害怕，又像是好奇。他以前没有见过这么多人，也没有见过这么多兵器。那一仗打得很激烈，吴起的兵在前头冲，像一把刀切进了秦国的兵阵里去。金在后面推着车，看不见前面的情形，只能听见喊杀声。喊杀声震天动地，夹杂着金铁碰撞的声音和人的喊叫，听得人耳朵都要聋了。他使劲地盯着前方的烟尘，心里想着不要有人败下来，不要有人往后跑，不要让这一切乱起来。打到半下午的时候，前面的喊杀声忽然停了一瞬，然后是欢呼，魏人的欢呼，震天动地的欢呼。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后来才知道，吴起带着一支部队从侧面杀了过去，把秦国的兵截成了2段。秦国的兵乱了，被魏国的兵包围了，一个一个地杀。那一仗，魏国打胜了。金没有受伤，他只是累得几乎站不住，2条腿像灌了铅一样重。但他不觉得累，只觉得有一种空空的感觉，像是心里缺了一块什么东西。他后来才知道，那是因为他第一次闻到了战场上的味道，血腥味、汗水味、泥土味混在一起，呛得他喘不过气来。原里之战之后，金跟着军队的辎重队又走过很多地方。吴起的兵确实厉害，厉害到了让人害怕的地步。吴起带着他们东征西讨，把秦国的兵打得到处跑。
河西的地盘一块一块地归了魏国。秦国的人不敢再往东来了，躲到西边的山里去了。荆在军队里待了5年，5年里，他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新兵，变成了一个见过场面、推过无数车的老卒。他学会了怎么在战场上保命，怎么在行军的时候省力气，怎么在夜里站岗的时候不打瞌睡。他认识了一些人，有活着的，也有死了的。死在战场上的，连尸骨都收不回来，只能就地埋了，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。今有过一个同伍的人，叫季，季是安邑城里的人，据说以前是做木匠的，手很巧，做出来的弩机又好使又准。后来战事吃紧，季被调到了前线的部族队里去，说是要补充兵力。今后来听说，季死在了一场仗里，是被秦人的恶箭射穿了脖子，箭从他的脖子穿过去，当场就死了。今替他收尸的时候，看见他的脸还是平常的样子，只是眼睛闭上了，像是睡着了一样。他把季埋在了河边，没有立碑，只是用石头在土堆上围了一圈。后来他又路过那里一次，那个石头圈还在，但土堆已经平了，草长出来了，和旁边的草地连成了一片，认不出来了。今后来常常想起季，他想起季的时候，总是想不起季的脸长什么样子了，只想起季的手。季的手很粗糙，指节很长，是做木匠的手。他想，季的手做出过那么好用的弩机，但那些弩机最后杀了更多的人，也许也杀过他自己认识的人。这算是一种什么呢？他不知道，他只是觉得这世上的事情很多都是说不清楚的。今28岁的那一年，周天子正式封韩、赵、魏3家为诸侯。那一年的消息传得很远，连黄河边上的小村子里都知道了。李宰从安邑回来，说周天子封韩、赵、魏为诸侯了，从今往后没有晋国了，只有3个新诸侯国。村里的人听了，有的点头，有的叹气，有的只是哦了一声。庄稼人不懂封侯是什么意思，只知道这天下的格局又变了，变得让人看不懂了。经那时候在军营里也听到了这个消息，军营里的人议论纷纷，有人说这是好事，3家分了晋，以后就不用再被晋侯管着了。也有人说这不是好事，天子的威仪都扫地了，以后天下要大乱了。晋没有说话，他只是一个小卒，天子的威仪和他有什么关系呢？他只管推车，推完了车就等着下一趟路。晋30岁的那一年，吴起来到了魏国的军营里。晋第一次见到吴起的时候，吴起穿着一身简单的黑色布衣，腰间挂着一把长剑，走路的步子很大，目光像刀子一样锐利。他身后跟着几个传令的士兵，士兵手里捧着竹简，竹简上写着吴起的新的军令。吴起站在校场中央，对所有的兵卒说，他要选一批人组成一支天下最精锐的队伍。这支队伍的人要穿3层盔甲，要拉12时的弩，要能够奔驰100里而不疲倦。这支队伍叫做五卒。荆站在人群的中间，看着吴起，心里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。他知道自己是没有办法选上的，他个子不够高，手臂不够粗，跑得不够快，体力也不如那些年轻人。但他也没有什么遗憾，他知道自己是一个普通人，普通人就做普通人的事，普通人在后面推车，也是打仗的一部分。吴起的五卒选拔进行了半个月，半个月后有3000人入选了，个个都是精挑细选的，身强体壮的。金不在那3000人里面，他还是留在辎重队里，推他的车，扛他的粮草。但他不觉得有什么不公平，他只是觉得吴起是一个厉害的人，和他不是一路人。金31岁的那一年，吴起离开了魏国。吴起是因为什么离开的，金不太清楚。
他只听说是因为有人在魏武侯面前说了吴起的坏话，说吴起的坏话的人是一个叫公叔的人。公叔做了魏国的相国，把吴起排挤走了。吴起没有办法，只能离开魏国，去了楚国。吴起走了之后，荆所在的军队编制就有了变化。以前吴起手下的那些兵被打散了，分到了别的将领手里去。荆被分到了一个叫什么名字的将领手下，他记不清了，只记得那个将领没有吴起的本事，带兵的方法也不一样。荆在军营里又待了几年，打了几场仗，有胜有败。胜仗的时候欢呼，败仗的时候逃命，胜胜败败的，打的人都麻木了。荆40岁的那一年，他的父亲死了。消息传到军营里的时候，荆正在营地外面站岗。送信的人解下背上的木牍，双手递过来。荆接过那块沉甸甸的尺牍，上面用墨写着歪歪扭扭的字，是村里李宰的笔记。他认的那些字，虽然写得不好看，但他认的。尺牍上说，他父亲病了2个月，后来就死了。死之前一直叫着他的名字。荆看完了，把尺牍塞进了腰带里。送信的人以为他会哭，但他没有哭，他只是低着头，盯着自己脚上的烂草鞋看，看了很久很久。送信的人走了之后，他还站在那里，站了约莫1顿饭的功夫，然后才转身回去站岗了。那天夜里，他躺在他睡的那张破草席上，盯着头顶的棚子看，看了一夜，没有睡着。他想起小时候跟着父亲在地里种粟的情景，想起父亲站在村口送他的那一天，想起父亲那句没有说出口的话。他想，父亲是要和他说什么呢？是要说路上小心，还是要说打完了仗就回来？他不知道，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了。荆45岁的那一年，魏国和楚国打了一仗，那一仗是在阳城打的。楚国的兵从南边杀过来，杀到了阳城，魏国的兵去迎战，两边在阳城外面摆开了阵势。荆跟着部队去打仗，他那时候已经40多岁了，体力不如从前了，但打仗的经验多了，在战场上比年轻人能稳得住。他还是被编在了后面的位置，负责押送辎重，不是最危险的地方，但也不是最安全的地方。阳城之战，魏国打败了，楚国的兵比魏国的多了很多，而且楚国的兵有一种不要命的气势，冲上来的时候像洪水一样，挡都挡不住。魏国的兵顶了一阵，顶不住了，就开始败退。荆跟着败兵往后跑，跑了一夜，天亮的时候才停下来。那一仗，魏国死了很多人，阳城外面堆满了尸体，有魏国的，也有楚国的。荆站在山坡上往下看，看见那片被血染红了的土地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那种感觉不是害怕，也不是伤心，是一种空空的、麻木的感觉，像是看多了就不会再动心了。荆在军营里待到了50岁，50岁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已经不如以前了，右腿每逢阴天就疼，走路的时候要拿一根木杖撑着。军营里的人说，你老了，可以回去了。荆没有说话，他只是点了点头，收拾了他的行囊，回到了黄河边上的那个小村子。荆回到了村里，村里的变化不大，屋子还是那些屋子，井还是那口井，老槐树还在，只是比从前更粗了一些。村里的人换了一些，认识的少了，不认识的多了。李宰也换了一个，是一个年轻人，不认识荆。荆对他说了自己的名字，李宰解开了绳络，展开了笨重的户籍竹简，找了半天才找到了他的名字。李宰看完了，用解刀削去了他的名字，幻登在另一版木牍上，说：“你是回来养老的。”荆说是。李宰没再说话，只是挥了挥手。荆便背着行囊，踩着满地的枯叶，
走回了那间漏风的旧屋。金的母亲还活着，只是老了，老的头发都白了，眼睛也花了，走路的时候要扶着墙。金回到家的那一天，母亲依偎在院子里的破草垫上，盯着院门口看。金走进去，母亲看了他半天才认出来。他说：“是你回来了？”金说是。母亲又看了他一会儿，说：“瘦了。”就这2个字，说完了，母亲的眼泪就下来了。金在村里住了下来，又种起了地。他种的地是他年轻时候种过的那些地，只是土质不如从前了，收成也差了。他种不动种活了，就种一些简单的粟和蔬，收上来的粮食交了付之后，剩下的刚好够吃。日子过得很平淡，平淡的像黄河的水，流的时候看不出流，但流着流住，1年就过完了。金55岁的那一年，母亲死了。母亲是病死的，病了半个月就走了。金在他床边守了半个月，没有合过眼。母亲走的时候很平静，像是睡着了一样。金替他整理好身上的粗麻旧褐，抬到了村外的荒地去埋了。埋的地方是他父亲的旁边，2个土堆挨在一起，像是2个人在并肩躺着。埋完母亲的那一天，金坐在2个土堆前面发了很久的呆。他想，他这一生该走的路都走了，该见的人都见了，该打的仗也打了。现在父亲和母亲都走了，村里认识他的人也越来越少了，他就剩下自己了。剩下自己怎么办呢？就接着活呗，活一天是一天，活到哪天算哪天。金在村里一直住到了70岁。那70岁的中间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，楚国和韩国打了，又和魏国打了，秦国的兵又来了，被打回去了。中原的格局一直在变，变得让人看不懂。但这些事和金都没有太大的关系了。他只是种地、收粟、交付，偶尔和村里的老人坐在墙根下晒太阳，说一些很久以前的事。村里的人渐渐知道他是当过兵、打过仗的人了。有人问他打仗是什么滋味，他就笑笑不说话。有人问他吴起是什么样的人，他也笑笑不说话。有人问他阳城那一仗是怎么回事，他想了半天，说死了很多人，就这一句，说完了就不说了。金70岁的那一年秋天，黄河的水清了几天。据说那是因为上游下了雨，把泥沙都冲下来了，水就清了。村里的人说水清了是好兆头，明年会有好收成。但金知道他的身体已经不行了。到了秋天的时候，他的腿疼得下不了床，躺在家里的破草席上，盯着头顶的棚子看，看着看着就看了一整天。那一年的冬天，金死了。死的时候很平静，像是睡着了一样。他没有留下什么话，也没有留下什么东西。他只有一个破旧的行囊，里面是一套旧衣裳、一双烂草鞋，还有一把已经生锈的戈。那把戈是他年轻时候用过的，他一直留着，留了50年，留到现在。戈的刃已经不锋利了，木柄也被磨得发白了，上面有他的手留下的印子。他死了之后，李宰派人来把他的东西收走了，收到了官府的库房里去。再后来，那把戈也不知道去了哪里，没有人知道了。金这一生就是这样，他生在黄河边上，长在田埂之间，17岁入伍，20岁上了战场，在吴起的旗帜下推过车，在阳城外面败过退。他见过胜仗，也见过败仗，他见过活人，也见过死人。他见过同袍一个一个地倒在战场上，也见过自己的父母一个一个地埋进土里。他不是最精锐的魏武卒，他只是魏国军队里一个推车的部族，一个管押辎重的普通人。
他没有杀过很多人，也没有立过什么功，他只是活过了，在那个时代的缝隙里，像一株长在田埂边的野草一样，悄悄地活过了。他没有留下名字，没有留下家业，没有留下任何可以称之为东西的东西，他只是那个时代里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中的一个，和黄河滩上的石头一样，默默无声地在那里待了一会儿，然后就消失了。但他活过，他的名字没有留在任何史书里，但他活过。